假如你发现自己老家被僵尸占领，远在千里之外求学的你，会回来消灭他们吗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看到最后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。这部上映于52年前的邵氏经典，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僵尸片，也是由于它的失败，导致10年间无人敢拍僵尸题材影片。直到1985年，林正英的僵尸先生横空出世，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挽救了僵尸片这个片种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1840年，一个名叫卡洪的赶尸道长，千里迢迢从湖南跑到欧洲，摸进了一座阴森的古堡。你以为他是来旅游打卡的，好家伙，他竟然是来拜见吸血鬼之王德古拉的。原来卡洪以前在老家靠着7具金皮僵尸作威作福，结果现在僵尸们彻底凉了，村民也就不再鸟他。于是他想请德古拉这位黑暗大佬出手，帮他复活僵尸，重振雄风。可德古拉是什么人物？黑暗世界的扛把子岂会轻易帮人？他嘲讽卡洪是个卑微的喽啰，根本没资格跟他谈条件。就在卡洪绝望之际，德古拉话锋一转，表示自己被困在古堡里，闷得发慌，正需要一副凡人的皮囊重返人间。他看上的正是卡洪这副臭皮囊。卡洪一听要被夺舍，吓得哇哇大叫，拼命求饶。然而为时已晚，德古拉施展妖法，瞬间将卡洪吸成了一具干尸，随后自己披上了卡洪的皮，摇身一变成了中国道长的模样。他计划用这个新身份回到中国，复活那7个金皮僵尸，将他们变成自己征服世界的爪牙。镜头一转，来到1904年的中国重庆，著名的吸血鬼猎人范海辛教授正在一所大学里举办讲座，激情澎湃地讲述着中国也存在吸血鬼的传说。他说，在一个叫任家镇的地方，有7个金皮僵尸为祸乡里，每年7月都会出来害人。多年前，一个叫许天安的农民忍无可忍，奋起反抗，他偷偷跟在后面，找到了7金尸的老巢，然后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冲进来救人。可不幸的是，7金尸突然苏醒，他只好拿起锄头反抗，无意间摘下了7金尸的蝙蝠牌。那只僵尸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失去行动能力。可双拳难敌4手，许天安还是没能逃过7金尸的毒手。然而台下的同学们却把他的话当成天方夜谭，嗤之以鼻，认为这个杨教授在这里宣传封建迷信。很多人直接离开了他的课堂。范海辛碰了一鼻子灰，眼看研究经费就要泡汤，只能准备卷铺盖回欧洲。可就在当晚，一个年轻人悄悄找上了范海辛，他自称许清，正是当年那位英雄农民许天安的孙子。他告诉范海辛，传说都是真的，他的家乡任家镇至今还被剩下的6个金皮僵尸所困扰。为了证明许清，还拿出了当年爷爷从僵尸身上摘下来的蝙蝠牌。许清和他的6个兄弟个个身怀绝技，这次找到范海辛，就是希望借助他专业的涂魔知识，一起组队去任家镇刷僵尸副本。范海辛一听专业对口，顿时来了精神。可问题来了，远征需要钱，而范海辛和许氏兄弟都是穷光蛋，真是英雄气短，一文钱难倒好汉。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，转机出现了。范海辛的儿子莱兰在一个酒会上结识了一位名叫瓦内萨的北欧富婆。这位姐姐有钱有闲，就喜欢追求刺激。与此同时，当地一个叫梁红的恶霸也看上了瓦内萨，想强行带她走。莱兰挺身而出，结果被梁红的手下团团围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许清的兄弟们从天而降，弓箭手盖箭无虚发，斧头哥达力大无穷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瞬间就把这群混混打得人仰马翻。这场英雄救美让瓦内萨大开眼界，他对这趟东方冒险之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他听说范海辛要去屠龙，不是屠僵尸，立马表示愿意赞助全部经费，但条件是必须带上他一起去。范海辛觉得带个女人太危险，极力反对。可瓦内萨是什么人？一个追求自由和刺激的新时代女性，直接拍板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于是一支奇葩的队伍就此组成。范海辛教授是团队大脑，他儿子莱兰和富婆瓦内萨是金主爸爸，许家7兄妹则是武力担当。第二天黎明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然而他们没想到，那个丢了面子的恶霸梁红贼心不死，竟然带着大队人马在半路设下埋伏。一场恶战在所难免，许家兄妹再次大显神通。双胞胎剑客宋河山剑法如风，狼牙棒高手志豪势不可挡，长毛大师宝渠枪出如龙，7个人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，将梁红的乌合之众杀得片甲不留。解决了追兵，队伍继续深入荒野。晚上，范海辛开始给大家上课，讲解东方僵尸的弱点。他说，这些不死生物虽然厉害，但并非无敌。在欧洲，吸血鬼怕十字架，而在中国，他们则畏惧佛像。对付他们的终极武器就是用木桩或银器刺穿心脏。而许清手里的那枚金色徽章，正是僵尸们的力量源泉。剩下的6个僵尸一定会想方设法抢回去。话音未落，危险降临，3个金皮僵尸带着一大群行尸走肉从黑暗中冲了出来，对他们发动了突袭。这些僵尸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许家兄妹虽然武艺高强，但在这种超自然力量面前也打得异常艰难。激战中，他们虽然成功干掉了3个金皮僵尸，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兄弟中有人不幸牺牲。
队伍士气低落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，怀着悲痛和复仇的怒火，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任家镇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触目惊心，整个村子笼罩在死寂之中，毫无生气，宛如一座鬼城。他们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。范海辛指挥众人利用地形挖设壕沟，安插了无数削尖的木桩，准备给僵尸们来个瓮中捉鳖。入夜，决战的号角吹响，德古拉假扮的卡洪道长站在山顶，念动咒语，唤醒了所有沉睡的亡灵。剩下的3个金皮僵尸率领着铺天盖地的僵尸大军，如同潮水般向村庄涌来。壕沟和木桩暂时阻挡了他们的攻势，但僵尸实在太多，防线很快被突破。许氏兄弟以一敌百，范海辛父子也拿着武器奋力抵抗。许清的妹妹玫瑰，一个平日里温柔如水的姑娘，此刻也化身女战神，与敌人血战到底。在混战中，富婆瓦内萨被一具金皮僵尸抓住吸血，毫不知情的许清上来营救，结果被瓦内萨咬伤。许清趁着自己神智还清醒的时候，与瓦内萨同归于尽。最后一具金皮僵尸见势不妙，他打晕了玫瑰，就向古堡逃去。范海辛的儿子莱兰见状就要英雄救美，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进入古堡后就被僵尸按在地上摩擦，危急时刻还是范海辛及时赶到，救下了儿子。莱兰也成功抱得美人归，可范海辛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果然下一秒，那个顶着卡尔道长面孔的德古拉出现了。范海辛一眼就认出了他身上那股熟悉的邪恶气息，他用言语疯狂嘲讽，逼迫对方显出原形。德古拉被彻底激怒，在一阵扭曲变形之后，终于撕下了伪装，变回了那个经典的西方恶魔形象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德古拉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开始戏耍范海辛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。范海辛只是举起一根磨尖的银矛，德古拉居然自己撞上去刺穿了心脏。随着一声不甘的嘶吼，这位纵横几个世纪的吸血鬼之王在中国的大地上化为了灰烬。随着德古拉的死亡，所有的金甲吸血鬼和僵尸也随之灰飞烟灭，笼罩在任家镇上空的诅咒终于被打破，阳光重新照进了这个被遗忘的村庄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也发现本片票房扑街的原因了，那就是反派太弱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